主任，12床今天出院，25床有些发烧，术后发烧不是小事。有个小孩掉水里了！救命！救命啊！真是。快赶上老夫人！木婉，洛城首富木家唯一的嫡出女儿，偏偏对督军府少帅一见倾心。我喜欢他。吃糕点。不吃。好了，过几天爹爹就给你提亲，行了吧？真的吗？穆老爷心疼女儿，厚着脸皮上门说亲。老督军看中穆家家产，两人一拍即合，当下便定了日子。穆婉得偿所愿，和庶出的姐姐穆景柔一同风光大嫁入督军府。可是，这个是我买了去见少帅的衣服。你个不长眼的东西！妹妹，她也不是故意的，就饶她这一次吧。二少奶奶善良又温柔，不像大少奶奶跋扈得很。善良，要不是他故意绊倒丫鬟，哪有后面的事？看来我穿成了这个不受待见的穆大小姐。此地偏僻，井口又如此狭小，云深不可能是意外坠井。这个宅子一定有人想害他。手疼。你是人是鬼？你是人是鬼啊？刘管家你啊，就是爱大惊小怪，在我们王爷府3天2头就有丫的头颈，没什么稀奇的。这是督军府，不是王爷府。那都是什么朝代的事儿？你还提他干什么？这是人吧？这地上还有影子呢。木婉，你说你好端端的跳什么井？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事儿不能商量的？哟，一家人，说出来笑死人。谁跟你是一家人？想必这位就是最受宠的四姨太，生活有孕，连老夫人都要让她几分。这么看来，督军府的女人倒是真有。够了！这大晚上的，闹得一家人不得安宁。去，找个大夫来看看。老夫人，这个时辰了，医馆都关门了。奶奶，让我给木婉看看吧。哎呦，你看我差点忘了，我们家呀还有一个懂医术的宝贝儿呢。妹妹，我来帮你看看吧。姐姐的好意心领了，我好得很。猫哭耗子，作为医生，我不比你清楚自己的情况。妹妹不要胡闹，你这手分明烫得厉害，这刚才在水里泡这么久，这要是染了风寒……什么风寒？风寒入骨，容易变肺痨。看来我这位姐姐是想让我在府里再无立身之地。怎么办啊，姐姐？我好害怕呀！我不会真得了那种可怕的病吧？姐姐，要得一起。妹妹放心，你应该只是受凉罢了。那就好。行了，没事就散了吧。你要是没什么大碍，
就回去歇着。你呀，以后也不要意气用事，真要有个3长2短的，我怎么跟你父亲交代呀？老夫人，老夫人，风风火火的急着投胎了，也不怕惊了老夫人。回老夫人，前线大捷，少帅回府了。回来就好。锦柔，西瑶刚下战场，劳累疲乏，风尘仆仆的。你今天晚上就去她房间伺候着。奶奶，还是让妹妹来吧。妹妹平日里总是念叨着少帅，这少帅好不容易回来了，还是让他去吧。谁说旧社会保守？人前讨论起账回来，这还挺开放的。哦，对。你跟少帅讲了我妹妹掉进井里的事儿了吗？我妹妹体弱，还想请少帅拿个主意，找个稳妥的大夫给她看看。回二夫人的话，少夫人的事情我已经对少帅说了。少帅说，少帅，深更半夜，府内怎么还如此喧闹？是大少奶奶跳井了。告诉他要投井，选一个远点的去处。少帅说投井让他选一个远一点的地方，别脏了府里喝水的地儿。你莫要胡说，少帅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？妹妹，你莫要听他胡说。今日先回去好生休息，等少帅空了，我会和他多说说，让他去看你。那就谢谢姐姐了。我今日受了惊，伺候少帅，怕也是有心无力，那就辛苦姐姐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奶奶，告辞了。这木婉怎么跟转了性一样？要是以前，早就巴巴的贴上去了。伺候老公，还要辞境上位。这些人倒也真是不嫌脏。他竟然这般回答，和以往完全判若两人。这人参竟还对中医颇有研究。刚刚我也留意，今晚府内女眷几乎到齐，却没有人带着手无藤的味道。敌人在暗，我在明，看来还要小心才是。少夫人，你怎么还在睡？耽误了给老夫人请安，可怎么好啊？反正他们又不喜欢我，我不去也不会有人惦记的。就算您不给老夫人敬茶，今晚少帅的接风宴，你总要早早打扮才是。这是少夫人，这是给您治风寒的药。我替您梳洗打扮吧。这木婉是把自己当花孔雀了。我记得之前服侍我的是红袖，你去把她喊过来吧。少奶奶，您说什么呢？红袖犯了死罪，早就被关入大牢了。守卫说，那晚只有你们2人经过武姨太的房间，他凌晨暴毙，不是你们干的，还能是谁？木婉虽然任性，但他绝对做不出杀人的事情，这一定是有人陷害他。不是我干的，真的不是我干的。敦君，是我做的，不关我家小姐事。红袖这个婢女倒是忠心，
如今我势单力薄，身边要有个这样的人。那你安排一下，我要去狱中看望他。少夫人，此牢只有督军和少帅才能进出的。您少帅，看来这接风宴我想不去也不行了。把这些艳色的都拿走，找一套素白的同样的。少夫人，您不准备去接风宴了吗？恰恰相反。今日少夫人突然提起了红袖，红袖，他难道还是打算把那件事告诉老夫人？督军冷落我多年，只有在你身边，我才感觉自己活着。明日我就要陪督军去见见，抓紧时间。夜风中自弹自唱，残知否？主宰难照亮。明明当时木婉答应我，不将此事告诉他人，可他现在突然问起红袖，保不齐是后悔了。二姨娘为何在我院中？老太太让我过来提醒你，接风宴别晚了，失了礼数。多谢二姨娘。木婉，那日之事是我糊涂，但你答应过我，不将我和李副官之事说出去，你不会后悔吧？我从来不知道什么事，二姨娘多虑了。难道说木婉竟然撞破过二姨娘的奸情？这木婉怎么还没到啊？难道让我们这一大桌子等他吗？这少夫人每次见少帅得打扮2-3个小时，活脱脱像个花孔雀才来，哪像锦柔端庄大气。妹妹这样也是人之常情，锦柔以后一定提醒她。少夫人到。抱歉，来晚了。罢了，速速入座。西瑶啊，凯旋而归，今天啊可是个大好日子。咱们林府啊，历代出的可都是鼎鼎有名的将领。这老太太的讲话能力怎么跟院长有的一拼？说是再讲最后一句，怎么有我2句啊？饿死我了！他今晚倒是有些与众不同了。不是，这人怎么一直看我呀？要嫌我没规矩了？今日可真是热闹啊，就可惜戏班子不在，不能来助兴了。我听闻少夫人入府前，可是在昆曲大师座下学过，不如现场来一曲。青城山下原来是想让我当众出丑，还好我不是原来的傻木啊。妹妹昆曲唱的是不错，就可惜今晚受了惊吓，三姨娘就放过她吧。你还真会为你这个妹子打掩护啊！不过是唱个曲儿助助兴，我想少夫人应该不会拒绝吧。今晚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中国好声音。风扬起时繁华落尽，谁执笔为你会丹青。这首歌呀，让人听了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啊。这调子呢，不像昆曲，也不像时下流行的京调。嫂嫂，这首歌是从哪儿学的？我从未听过这样的曲子，好好听啊！
是刘洋先生教的，你想学的话，回去把词抄下来给你。这么好啊，那就麻烦嫂嫂了。哪个刘洋先生？啊？没事。这木婉怎么突然变聪明了？学了这么多狐妹子手段，我绝不能让她勾上少手。少夫人，这是今日的补药，你去把吃食一块端上来。我这少夫人还不如不当呢。算了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你怎么这么着？难怪元神这么迷恋着林圣贤，这张脸还真是有冲击力。少帅，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回去吃饭了。这好像是他第一次来桂花园。他不会是想来和我履行夫妻义务吧？有道理，记忆里他和木婉手都没拉过一回，难道他在穆景荣那里得不到满足，所以就跟我去吃饭？怎么，饭菜不合胃口？没有啊，是想和你这种一夫多妻的男人有这种心情。那叹气是为什么？这饭菜本来就是给我一个人，给了你我都不够吃了。不够吃的话，再叫下人送来宵夜就是了。这下该糟了。这香气，这茶在哪买的？为何我从未喝过？自己调配的，外面当然买不到了。倒不是，一向贪玩懒惰，何时还学会了调茶？总算睡着了，幸好我加大了安神的成分。少帅多年为战事操劳，很久没踏踏实实的熟睡过了。少夫人真有办法。一不留神天都亮了。他平时太过肃杀冷厉，睡着时倒是有几分脆弱的可爱。我就是看时候不早了，想叫你起床。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人多说几个字会怎样？昨晚茶的配方，可否给我一份？不行，要是让他发现我故意在里面加了安神香就完了。况且还是半成品，很容易放过量，让人上瘾。这茶是我从幕府无聊时随手配制的，配方复杂，我也记不清具体的了。不过配茶时红袖和我一起，他说不定记得。如果让我见他问一问，应该能复原完整的茶方。红袖就是那个和我一起来到林府的陪嫁丫鬟。
此事以后再议。看来还是差点机会。少帅，少帅昨晚竟是坐在少夫人的房间。哎，你听说少帅留宿少夫人房间的事了吗？当然，督军府都传遍了，少帅宠幸了少夫人。什么宠幸？要不是少夫人在少帅茶里下了那种药，就凭他，依我看，说不定连坠井都是苦肉计。哪种药啊？当然是妩媚。难怪这几日总有人在背地里指指点点。原来这下药的传闻早就传开了。宝珠自罚，宝珠多嘴该死，请少夫人恕罪。这种演技放现代，连18禁也换不上，也敢在我面前玩花样？你来打，打满20个，要是有1个不响，你这双手也别想要。少夫人饶了我吧！用力！老夫人应该要为宝珠做主啊！哟，这是唱哪出啊？玉堂春还是窦娥冤呢？少夫人，我知道你平日里救济我家夫人，贤良淑德，更得少帅宠爱，但你也不能拿我这个丫鬟出气啊！木婉，宝珠只是不小心撞了你一下，你就把人打成这样，未免也太过分了吧？说我无故拿你出气，宝珠，你敢不敢当着大家的面，把你背后非议的事说出来？事情我都听说了。你这丫头莫要胡说，我妹妹怎么可能做那些蛮横不讲理的事儿？奶奶，这丫头定是与人打架，诬告了妹妹。锦柔，你总是一心为别人着想，但某些人根本不懂感恩。奶奶，这一唱一和，真是难为你们主仆2人唱这场大戏。够了，真是冥顽不灵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就算你是穆家嫡女，敢在我林府私下打骂无辜之人，也照罚不误。锦柔，他打了你的人，奶奶今天给你这个权利，你来打回来。果然，只要涉及面子和规矩，老太太眼里就是容不得沙子，不枉宝珠挨这20个巴掌。奶奶，这不好吧？来。是，老夫人。我看你敢！